大家好，我是来自起校实验室的范学伦。最近因为台湾前阵子的连续大雨，买不太到新鲜蔬菜，所以开封了冰箱里的酸豆。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在发酵路上我所学习到的心得，然后一起炒一盘风味清爽的酸豆肉末。蔬菜发酵主要依赖乳酸菌，这些菌原本就存在于菜表面与环境中，透过合适的盐度、低氧环境与温度，让乳酸菌取得优势，快速产酸，就会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天然酸味与风味。发酵需要低氧环境才能降低杂菌与发霉的几率，但过程又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发酵蔬菜需要一个可密闭又方便排气的容器，避免完全密封造成瓶器爆裂的危险。很多人用这种带有细胶环的密封罐，每天短暂拉一下细胶环就能泄压，但它并不是单向阀，气体出去时外部的空气也会进来，所以动作要快，减少空气的回流。各种尺寸的梅森罐也很受欢迎，不过原厂附的是2件式的瓶盖，不是单向阀。发酵时建议旋转到有阻力但不锁死的状态，让二氧化碳能自动顶开缝隙排出。另外，梅森罐盖子的材质是马口铁，接触盐水容易生锈，要尽量避免盐水碰触瓶盖与垫片。起效一阵子后，我选择了这种自带单向排气阀的发酵罐，内层有个滤片，方便倒出多余水分，也避免腌渍液污染排气孔。在瓶盖上有2个小孔洞，这是单向排气阀，可自动排出二氧化碳，并阻止外部空气进入。用来装会产气的发酵腌渍品很方便，也可以先用这种发酵罐完成发酵后，再移到梅森罐里进冰箱冷藏。不管使用哪种瓶器，所有零件和主要会接触到的物品都建议用食用级酒精喷洒一遍后擦干或晾干。洁净的发酵环境是成功的第一步。再来是关于清洗，有人完全不洗，也有人会先穿烫，两端的做法都能成功，但风味和菌相会有所改变。我的做法是把泥土和受损部位洗干净，其他地方快速冲洗就好。在卫生的前提下，尽量保留蔬菜上的乳酸菌。接下来是加盐，盐分能抑制杂菌，降低发霉风险。用量的话，介于蔬菜重量2到3% 之间是最容易成功的范围。一般我都会使用2% 左右，天气热就多加一点，尽量不要让成品太咸。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用高丽菜与小黄瓜做低温发酵的影片，当时是先撒盐揉到出水，让蔬菜自己泡在盐水里，形成低氧环境。这样做也可以让蔬菜脱水，口感更为清脆。然而豇豆的纤维较为紧实，整只不太容易靠揉盐出水，因此通常是直接泡盐水。口味方面，有的人会加入其他糖分更高的蔬菜，并搭配辛香料，这样做出来的口味比较重。单纯只加盐，最多补点糖的做法，味道最为干净，是我比较喜欢的风味。如果你的容器大小比较不刚好的话，放进一个相同咸度的盐水袋，就能有效避免豆子上浮接触到空气。最后贴上制作日期就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制作的时间是在7月，天气很热，装瓶后4小时发酵就已经启动，产生了活跃的泡泡。趁这个机会，也想和大家讨论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从研究结果来看，20至25度C， 盐度约 2% 的环境下，乳酸菌会快速取得优势， pH 值能在2到3天内降到 4.6 以下，因此亚硝酸盐常见在3到5天内就能被分解90%以上。我们对于亚硝酸盐的恐惧可能来自于早年隔夜菜会致癌的这个说法，但在蔬菜的酸性与抗氧化环境中，亚硝酸盐转化成亚硝胺的几率其实很低，与加工肉品的情况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加工肉品的摄取量才更需要留意。相关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位，让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也希望我们都能对于发酵食物有更多正确的了解与讨论。总之，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炒一盘清爽的酸豆肉末吧。我是在公司附近的外省面店认识酸豆的，那间面店很厉害，豆子发酵到有一定的酸度，但是风味非常清雅，和肉末一起炒的时候也以衬托酸豆香气为主，不会过度调味，我非常的喜欢，今天就来复刻看看。
如果看到很嫩的豇豆，我就会很兴奋的买来发酵，会特别好吃。切的时候在可行的范围内尽量细切，口感就会感觉更细致。当然如果没有特别讲究的话都无所谓。我曾经梅鱼虾也好的发酵过比较老的豇豆，口感比较有嚼劲，就做成重口味也是另一种滋味。为了让大家对调味的比例比较有感觉，我就称了一下酸豆的重量，大约是258公克，盐水的咸度是 2.2%， 所以绞肉我就使用了300公克，比酸豆来得多一点，这样后续就还有调味的空间。绞肉也剁得细一点，这样和豇豆嫩嫩的口感会比较搭配。很简单，备料就完成了。豇豆发酵后有着独特的酸香风味，不用葱姜蒜等各种招数就非常好吃。如果不是在外面吃到过，我可能也想不到这种让发酵风味作为主角的做法。我习惯使用没有涂层的铁锅，等锅充分烧热后再下油，然后稍微等一下，让绞肉的一面上色之后再开始翻炒。肉差不多都变色之后，投入约100cc 的过滤水，用中小火来煮肉汁，这样等一下酸豆进来的时候就能裹上充满香气的肉汁。1大匙的糊底油增添酱香味，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少许的料理酒一起煮，我因为小孩也会吃，没必要就没特别加了。等煮出美好的肉香之后，再来投入美味的酸豆，拌匀熬煮一下后，可以试一下味道来做调整。补咸度的时候，我喜欢用日式的香菇酱油，咸度较低之外，也有香菇天然的鲜味与少许糖分，增加鲜甜的感觉。很快的，清爽美味的酸豆肉末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在发酵的过程中，时间已经帮我们打造了丰富且具有层次的风味，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使用什么复杂的技法，就能轻松制作出美味的家庭料理。把酸豆肉末铺在热腾腾的白饭上，浇上一点肉汁，然后再配上一碗汤，简单却又不简单的一餐就完成了。就这样，7月制作的酸豆在暴雨之后的8月陪伴我们度过缺菜的时光。发酵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希望这支影片能陪你开启快乐的起笑生活。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来自起笑实验室的范雪伦。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我们下次见。